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昨天放的华南理工大学姚教授和 Archive 的科学总监以及调解员讨论呆院他们论文的这个视频有网友建议我应该先做个介绍。我本来呢是想做个 reaction 视频就是我搬个小板凳在边上听，把我的反应也录进去。这类视频呢叫反应类视频，但是他们的讨论里边呢，主要展示的是论文内容。三位老师呢都是小窗口的头像，你说我要是 reaction， 我把我的大脑袋放进去，我算哪根葱啊，对吧？所以呢，我就直接把这个中文的字幕放进去了。说实话，昨天的显示器是有点问题一直在闪烁，弄得我最后呢用笔记本的这个电脑屏幕改字幕，极其的看不清，我眼睛都有点花了所以字幕的错误还是不少的，还望大家多担待昨天那个视频里边我听姚老师说呢。就是他话里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介绍了史文超岛复线社区的情况，一个就是姚教授脱口而出的10个复线组。我当时就纳闷哪10个复线组呢？后来这个姚教授在知乎里留言了，他说他当时脑子粗粗的过了一下，牛建渣、可爱呆、关山口、老刀、吃大师、火鸡、青蛙，加上不怎么活跃的蒲公英城、小明、胡豆，正好10个。但其实他说我知道的复线者还有不少，规模真的不小了。这是姚老师的原话看来姚教授是心中最有数的当然了，姚老师说的是明面上网络群里边出现的这些复线小组，实际上在深海里，在森林里，你可以想象无数个炉子的炉膛滚烫都在烧要来个数量级估算一下50个打不住，100个可能有点多。我指的不是这个自然人是组要是自然人的话，那早超过100个了，是吧？我们群里边可能就快有100个烧炉子了，对吧？当然全世界范围内这个数量级就更大了。今年应该是迎来史文超岛起飞的一年。就在前2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科学家也发了一篇史文超岛语音版的这个研究论文。而且更奇妙的是他们竟然用太阳来烧这个超导材料。我日你怎么不上天呢？是吧？这个 Mr. Miss 这留恋确实让人印象深刻。我认为这个柴火妞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刘总对吧？谁同意谁反对咱们不聊刘总了，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是吧？我们回到超导空间我们看一下论文。论文题目是呢，常温超导性的极相在新型 B 铅基陶兹杯状体超导体的2维区域内出现。很长，看题目也是略微保守的。Signatures 是吧？常温超导性的这个极相，想起啥了？单元论文里边那个 possible 对吧？都是明白人都给自己留了余地。我们基于对单元论文的判断我感觉乌兹别克这个论文也是有没说的，留着上正刊的。我们看一下论文作者的谷歌学术数据。一作 S 朱马诺夫，谷歌学术数据并不高，这个可能是原来的成果比较少，也可能是有的成果没有公开发表，因为这家研究所是前苏联的，所以就可以解释了。我们看一下论文的 abstract 摘要。我们预测在常压下的新型 B 铅基陶兹杯状高温超导体的不同2维区域内可以实现室温超导。我们在包含许多晶界界面和多层块的新型 B 铅基超导体中，实验上证实了这一2维室温超导体性的预测。我们认为在这些高温超导材料中，除了3维区域的体积超导相外，在 3D、2D 跨度区域中也出现了增强的2D 超导相，明显高于超导转变温度 TC。 那我们研究了高温陶瓷超导杯状体中可能存在不同的 3D 和 2D 的超导相。那在这些相中非常规的
库伦对像玻色子一样在 3D 和 2D 区域中，在某临界温度下凝聚成了3维和2维的玻色超流体。我们指出啊 2D 区域中的超导转变温度远高于 3D 区域，可以达到室温。我们报告了在新型的 B 铅基陶瓷超导体的 B1.7 铅 0.3 色2钙 N-1 铜 NOY 这个材料是用新熔融技术在大型的太阳能熔炉中合成的，这个不同晶界和 3D、2D 界面以及多层块中出现的室温超导性。那这些材料的样品啊，在高密度太阳能照射下合成，体积 Tc 在 100K 到 140K 之间变化，而在 3D、2D 跨度区域中的超导转变温度可能更高，甚至高达室温。在新型的 B 铅基超导体中，残留的2维超导相在高于体积 Tc 的200到 300K 温度范围被观察到，电阻率的陡峭跃状下降和约 300K 和常压下检测到的明显局部麦斯纳效应，证实了室温超导性的出现。听见了吗？大型太阳能熔炉。我们知道啊，你们其实呢不喜欢这个读论文啊，喜欢看热闹，好吧？那作为一个卫星图片极客啊，这不算啥。我们先驱动卫星找找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先到论文作者的单位看看，乌兹别克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这里啊有前苏联的加速器，也是中亚地区唯一的一个质子回旋加速器。它在1978年开始建设，1981年投入使用。好吧，我们继续飞涌，下一站的就是太阳炉。就这儿，别动，看见了吗？这个 PhysicsSAN 太阳能综合体啊，它是位于塔什干地区的帕克特区啊，距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东北呢大概50公里的地方。那这个建筑群啊是建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今呢仍然以它梦幻般的这种宇宙级的外观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看起来呢就像发射台上的这个外星空间站，是吧？那这个建筑群啊位于海拔1100米的这个岩石山上，位于天山西南部风景如画的这个山路。这个太阳能啊，这个利用实验基地呢是一个由总面积3000平方米的62个日光跟踪反射镜组成，能量啊反射到一个聚光抛物面的反射器上，聚光器的焦点的温度啊可以超过3000摄氏度，聚光功率可以达到1兆瓦，这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太阳炉啊！这个强光啊，被用于高温物理、半导体物理、新材料的研发。这会儿啊，我估计咱们群里朋友想要复现，可能就费点劲了。不过也没啥，对吧？咱们一会儿再说啊。还记得阿基米德用反光镜照射罗马敌舰那个故事吧？公元前是214年啊。这个罗马军队啊入侵阿基米德所在的叙拉古城。那传说中啊，阿基米德呢就用大量的反光镜子和阳光制造了一个火焰光线，一举烧毁了入侵的罗马战舰。具体来说呢，他布置了许多铜制的凹面镜在城墙上，然后让这妇女啊调整这些镜子的角度，使它们可以反射阳光，并把这个反射光呢聚焦在同一点上。当罗马舰队驶近的时候呢，这些反射阳光立即聚焦在敌人船的这个船帆和木质船身上，就在极短的时间内呢产生了极高的温度，就把敌船点燃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几乎毁灭性的这个火焰射线就攻击了入侵的舰队，让他们大乱，最终是不战而退。阿基米德呢也创造了就是为叙拉古啊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那这个叙拉古呢就是现在的西西里岛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啊，我觉得最大可能啊它是用日光致盲，让这些士兵啊敌人的士兵呢无法直视前方。当然这个故事它现在最出名的就是科学家利用科技击退入侵者的这么一个典范，对吧？好吧，我们不说阿基米德了，谁小时候咱还没干过这个拿放大镜烧蚂蚁呢，是吧？但你肯定没烧过超导。那可能有的同学就会问啊，说你这个论文中啊二维的意思是压成薄片吗？具体如何实现这个二维或者三明治结构呢？
论文中所说的这个二维2D 区域啊，它是指高温超导材料这种自然存在的或合成形成的这种局域的薄层结构。具体来说呢，陶瓷材料中啊本身就存在许多平行的晶界啊，就属于 green boundaries 和孪生界面 twin boundaries， 这是天然的二维的薄层。样品在制备过程中啊，也会形成层间的这种界面 interfaces 啊。论文呢特别指出，它们合成的样品中存在多层薄片互相堆叠的这种多层块结构啊 multiplate blocks。那这些层状区域的厚度呢，可以薄至纳米量级，因此呢具有准二维结构。这就让我想起咱们吃大师用的那个电焊呲那个石墨出来的样品是吧？王博士呢已经测出了这个晶格啊，它是一种晶包尺寸很怪的石墨。大家知道啊，石墨和它的衍生物都有着明显的这个二维层状结构啊。那和论文中的这个超导陶瓷材料的局域二维区域还是很像的啊，只是啊，人家论文中的这些二维材料呢，都存在着独特的量子效应啊，但是原石是否有特殊的这个量子效应还没有发现啊。那讲到这儿啊，大家就明白了，是材料自身的合成形成的二维区域，并不需要外界加压制成薄片，所以这种多层互层结构呢，就实现了论文它描述的那种三明治啊，就这种层状的模型，使得在二维超导的相变温度啊，大大高于体积超变温度啊。我们继续啊，我们看一下论文的 introduction 部分啊。我们继续，我们看看 introduction 说了啥。内容啊比较长，我就不读了啊。稍后呢，我会把论文译文发出来啊。引言部分啊，主要讲了以下几点啊。第一呢，就是新超导物质的发现啊，推动了凝聚态物理的重大进展。高温超导杯状体的发现，他认为开启了新纪元，也挺能吹的啊。第二呢，目前呢，这高临界温度杯状体的最高纪录仍然为水汞系的在高压下的 164K， 那常压下实现室温超导是比较难的。第三呢，是最近在其他的新材料中发现了高压室温超导，但是应用受限，希望呢在陶瓷材料中呢找到常压路线。第四呢，就是这个 B 千基超导体呢被认为最有希望，理论预言啊它的 2D 区域的临界温度可以达到室温。第五呢，就是作者通过新技术合成目标材料，在多晶界和层间区域发现了一些特征，证实实现 300K 的这个超导转变。那我知道啊，好多朋友想知道论文作者呢是如何制备的。我们就直奔主题，我们试着这个详细翻译一下论文的制备部分啊。我们看看第三部分，使用太阳能融化技术合成 B 千基的超导陶瓷材料，实现最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的可能性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合成方法。固相反应方法通常用于合成高温超导样品。然而啊，这种方法存在如下缺点：样品合成是一个多级过程啊，制备要构建良好的样品比较困难，因此啊，用于合成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熔技术更有前途。相比其他方法具有一定优势，已经采用了电阻加热炉、感应炉、光学炉、极光等能源来融化超导体的原料混合物。近年来开发了一种使用高密度太阳能作为热源熔 B 千基超导陶瓷材料的新熔技术。那这种方法啊，用于合成高温超导样品的优势在其他文献中有所描述。那么利用太阳能的这种新型熔技术呢，可以获得同时开始超导转变温度接近室温的陶瓷超导体 B1.7 铅 0.3 铯2钙 N-1 铜 N 氧 Y。我们在一个大型太阳能熔炉就设在这个帕肯特中啊，准备了这些超导陶瓷超导品的样品啊。那按照标称成分啊，这么铅 1.7 啊，就是铅 0.3 B 1.7这么一个成分呢，从前体啊，那么三氧化二铋、氧化铅、硫酸铯啊、氧化钙、氧化铜的混合物中配置，将这些原料混合物置于太阳能熔炉中，并在约420到480瓦每平方厘米的辐射通量下，利用该熔炉聚焦的太阳辐射进行熔。像这个图3所示。融化过程中啊，
适宜的温度梯度为1480度 C， 制备样品形状为5×5×45毫米的小块或者圆盘，直径呢是14到26毫米，厚度呢2.5到5.4毫米，使用的Solarnex 显微镜、扫描点字显微镜和Thesis 点字显微镜，研究了制备样品的显微结构，使用 X 射线衍射技术对样品进行了相分析。如图4所示，这些新型的壁铅基超导体包含许多彼此平行的晶界、软晶界、界面和紧密堆积的多层块。大家看到这个电晶图了吧？是不是很熟悉啊？和这个火鸡仙人秀出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呢？其实呢，这个电晶图里边这种针状的特征还是不少的。不过超导材料里边可能就比较有意思了啊。那论文到底是不是明确了超导呢？是的，它明确了超导。在论文这个 3.4 节他们报告他们在室温附近检测到了明显的部分麦斯纳效应。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合成壁铅基新型陶瓷超导体样品中观察到了约 300K 附近出现明显的电阻跃迁，提示室温超导转变的出现。那第二呢，为了进一步证实室温超导状态呢，检测了这些材料在室温附近的麦斯纳效应，就是磁通排斥效应。那在图9中展示了在铅壁的这个图这个超导体中的部分的麦斯纳效应，也就是磁场被部分排斥的情况，就是半悬浮了。那么第4呢，就观察到这种麦斯纳效应的量值呢，从 5% 到 25% 不等。因为高温超导体中存在绝缘相，超导相的体积分数因此而改变。第5作者认为呢，观察到该明显的室温麦斯纳效应也有力地证实了样品中室温超导转变的发生。所以他们就通过所谓的这个电阻转变和部分磁通效应这种多重验证，就认为样品中出现了室温超导状态。虽然麦斯纳效应不是完全的100%，但是这是由于非超导绝缘相的存在造成的。那论文中的重要证据呢，就是在论文 3.4 节中给出的那个多个这个壁铅基这个新型陶瓷超导体样品在室温附近出现的明显的这个电阻跃迁的实验数据。比如在这个图中这个壁铅2245样品中可以看到2D 区域的超导相变开始温度为 210K， 远高于体积相的 TC 约 120K。 那在图6中这个壁铅2267样品中的超导转变的开始温度高达 395K， 在该温度附近出现了明显的阶跃状电阻下降。那么在图7和图9中也展示了壁铅221920和壁铅229320样品中出现 310K 和 295K 附近的突然电阻跃迁。所以这些数据呢，就明确展示在约 300K 时的时候呢，电阻率出现了明显的突变或陡峭的阶跃状的下降，这些都是室温超导转变发生的这个迹象。与此同时体积相的超导转变温度TC 约为100到 130K， 远低于2D 区域中的室温超导转变。所以论文呢，就通过上述这多个样品的这个电的传输测试，确凿的证明了他们认为室温附近出现了电阻跃迁和超导转变的存在。这些直接的实验事实呢，有力的支持了2D 室温超导状态的出现。但是论文没有给出典型的ZFC 和 FC 过程中测得的这种磁化率磁场的这个 MH 曲线，也没有提供温度磁场 TH 这种组成的超导相图。关于麦斯纳效应的证据仅仅是一些文字表述和一个示意图，就 Figure 9， 就这个图，就这个图。所以呢，对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重大发现，他们上面这些数据确实会减弱它结论的说服力，我觉得。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实验条件这个所限吧，测试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它的确应该在后续的研究中补充完整的这个超导特征化的数据。
以及呢新物质的超导性能表征更加系统完善，这对于这个加强论文结论和进一步的鉴定这个超导机制也是必要的。这和最近的热点啊，中科院过程所王博士的论文 Archive 2401.009999相比啊，确实是弱了一些啊。那引述有色金属冶金专业的王博士，他的论文的合成路线啊，是被伦敦大学化学系的罗伯特教授称之为非常优雅的化学合成。它也有钻石曲线，也有和牛建渣 team 的这个低场微波吸收一致的磁现象，所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的结论部分。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提出了新型的 B 铅基陶瓷超导杯状体中出现的不同二位2D 区域内的室温超导性的理论和实验结果。该超导杯状体啊，包含许多晶界、界面和多层块。我们显示这些陶瓷高温超导材料除体积 3D 超导外，在 3D、2D 的跨度区域中也出现了强增强的 2D 超导，明显高于体积的 TC。我们认为啊，高温超导杯状体中的非传统库仑对在 3D 和 2D 区域中像玻色子一样凝聚成了 3D 和 2D 的玻色超流体。我们检验了陶瓷超导杯状体中存在 3D 和 2D 超导线的可能性。这是 3D 和 2D 玻色超流体理论的预测。我们发现 2D 区域的超导转变温度要比 3D 区域高得多。对于某些高温超导体，如 B 铅基陶瓷超导体， 2D 区域的最高临界温度 TC 可达室温。我们报告啊，出现在不同晶界和界面以及多层块中的室温超导性的实验证据。通过使用新熔融技术，在高密度太阳能的作用下，我们合成了超导杯状体 B1.7 铅 0.3 色2钙 N-1 铜 N 氧 Y N 等于2到30。我们声称观察到组织突变和明显的局部麦斯纳效应，表明这些高温超导材料在约 300K 和常压下发生了室温超导转变。是不是听着昏昏欲睡啊？醒啊！听到重点没有啊？结论里说，我们发现 2D 区域的超导转变温度要比 3D 区域高得多。那我们是否也可以推测 1D 的这种链状超导转变温度更高呢？或者说 LK99 它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构啊？按道理说呢，这个理论上降维会导致这个电子关联效应增强，有利于这个高温超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呀，这个一维的这个链状结构，它的 TC 啊预期可能会高于这个2D 平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完全的一维系统它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长程秩序和稳定的相变，所以仅当一维链这种强偶合成准一维系统的时候啊，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链状的超导。LK99 的是不是有可能考虑了这种交叉耦合的这个准一维的模型呢？所有这些啊，可能在传统的需要在模型设计上找到这个折中，现实材料中呢可能很难观察到这个真正的一维超导。所以啊，这更似乎是一种理论预言啊，这个需要深入探索啊。那相对于这种还无法确定的是否属实的这个超导照片和材料啊，这个论文啊，在超导理论方面的这个创新还是引人关注的。比如第一呢，他们提出了 B 铅基新型陶瓷超导体啊，属于非传统超导体，超导机制上它是有别于传统的 BCS 理论的。第二呢，他们认为呢，超导载流子为极化的自局域化的极子，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第三啊，就是这种极子可以形成紧密束缚的这个玻色库仑对，并集体凝聚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也就是玻色超流体。第四呢，因此啊，这是属于一种新的玻色液体超导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这个非米液体的超导。再一个呢，就是这种新的超导体质啊，可以更好的解释他们这个材料的复杂的超导行为。所以啊，这个论文呢就
明确的提出这是一类新型的非 BCS 的超导状态，它运用了新的理论框架，并从实验结果上佐证了这个看法。所以这种室温超导如果属实，确实应该是成为一种全新的超导体系。所以人们将应该改变过去对于超导本质的一些传统看法。大家感兴趣的就要来了。那复现者这个联盟的朋友可能在琢磨，我们能不能复现啊？是吧？能。我觉得这个我开始就是好奇这个论文作者的想法。比如说，如果使用正常的加热手段，比如说马氟炉，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理论上的烧结效果呢？我们试着分析一下这个马氟炉呢，绝对是可以达到1700到1800摄氏度的，是吧？这个高温的原理上呢，是可以实现这个样本的熔融的。但是论文特意提到太阳能熔炉可以达到3000加摄氏度，而且光强度超过1兆这应该是正常设备难以达到的这个极端参数。所以样品成分呢是比较复杂的，可能需要这种极端光热环境触发特殊的反应，生成所需的这种多项的网络结构。那太阳能的这个光能辐照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这个热力效应。所以呢，就成品优化而言我认为正常的加热设备效果可能会有限。但是论文中呢，并没有明确的说或者论证做一个对比实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重复它的合成过程，使用其他的加热方式做个对比实验，或许呢能得出更确定的这个结论，这就很有价值了。那虽然说呢，这个极端的合成环境在材料突破中呢，往往发挥比较独特作用，就是太阳熔融，这可能和作者选择的这个极端太阳能熔炉原因所在。但是呢，你不试试别的，那谁知道它行不行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超导专利的这些注册专业户估计这次有了新配方了，赶紧注册是吧？让我想起了谁呢？这个苏州科技大学那个注册 LK99 专利照射激光那哥们儿，或者呢，极光照射是否也可以替代这个太阳能熔炉呢？这个极光照射和太阳能熔炉相比可能具有一些特点，比如说极光的单元面积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都可以做到很高，足以让这个材料融化。而且呢，极光的波长单一，容易调控，还可以进入这个参数的优化，对吧？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个激光照射呢，产生新型的没准这个超导材料。激光另外比较灵活灵活性更高，更适合这个调控，是吧？研究。但是考虑到这个实用化，毕竟太阳能是不需要花太多钱的，太阳能可能还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很快这个极光照射新的室温超导专利马上就有人注册了。你别不信，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所以1400多度不是啥难事估计吃大师又有新方向了。那电焊呲它小样，3000度够不够？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超长视频由于这个专注于室温超导和 LK99 复现的这个视频，我的这个粉丝和关注增加的都很慢。所以你说正常人谁看这个是吧？所以还望各位老铁这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是吧？顺手来个一键3连咱们才有信心继续做下去。好的，谢谢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